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跟老师一块儿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5月27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理查老师会说一则中文的短篇故事。如果你是一位喜欢听故事的同学，欢迎你准时每周二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好，我已经看到林子来了，欢迎林子，还有开心，李开心，欢迎你。那么今天要说的故事非常有趣，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好人有好报，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一个好人 good man， 那么好报就是会有好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因为好人都会做好事情，好的事情哦，好人会做好事，那你做好事的话就会得到 reward， 会得到回报，所以中文这句话请你记得好人有好报。好，我又看到很多同学来咯，何香欢迎，还有 Nikita 欢迎，嗨 Nikita， 还有这个 ANH 同学欢迎你成为我的会员，秀珍佩霞 Alexander， 对，好人有好报，所以大家一定要变成一个好人，不要当坏人。好，那今天就是一位好人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叫做最后一碗面。最后一碗面。好，你们喜欢吃面吗？有人喜欢吃牛肉面，有人喜欢吃凉面，有人喜欢吃河粉，河粉也是一种面，对不对啊？越南的面也很好吃，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故事是跟面有关系的。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宋朝时有一个面店老板叫老王，他煮的面非常美味，在小镇里远近闻名。好，宋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很重要的一个朝代哦，所以如果你在学习中文的同学，对中国的历史也要稍微有一些了解。宋朝啊 ，Dynasty 朝哦，好，有一个面店老板，当然面店老板他的工作就是煮面给大家吃。老王他开了一家面店，他是面店的老板。好，他煮的面非常美味，美味就是好吃的意思哦，是一个很好的用法 delicious。 好，美味如果我们吃了一个东西觉得非常好吃，你就可以说老板你煮的面真美味，真好吃，都可以，美味跟好吃哦，它们是同义词。好，对，林子好帮我写了朝代。好，在小镇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哦，老王开的面店是在一个小镇里面。好，而且呢，小镇里面的镇民，小镇里面的居民都知道他的面很好吃。什么叫远近闻名呢？就是远的地方也知道老王的面，近的地方也知道老王的面，所以他的面所有的人都知道很近的人也知道，很远的人也知道远近闻名是一个很棒的成语，其实就是有名的意思有名的意思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老王发生了什么事情。好，老王每天早上5点起床熬汤煮面，为什么呢？为什么 why？ 为什么老王这么早上5点他要起床熬汤？好，熬汤，什么叫熬汤呢？如果你想煮一锅很好吃的面，那个汤也要很好喝。如果汤要好喝，你要去熬有的人里面会加牛肉、牛骨去熬汤，让这个汤变得很美味、很好喝。然后也要煮面。那为什么？我们中文常常说为什么你这样做？我为的是 the reason why I did that is 为的是。好，我们通常说为的是就是
你的原因是什么？你的原因是什么？好，那老王这么早要起来熬汤煮面，他的原因是他为的是要给客人 to his guests customers 客人就是来到他的店里，来到他的面店吃面的客人吃到最好的面他的目的，他的原因是要给客人吃到最棒最好的面好，这个我觉得老王是一个很负责的面店老板，而且呢，他觉得一定要给客人吃到最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老王是一个好人，努力工作的人，我们也要像老王一样好，我们再往下看。有一天，老王对客人说：“明天是我最后一天卖面了。”哈？原来老王他对客人说：“明天是我最后一天 last day 最后一天卖面了。”那如果我是老王的客人，我一定会觉得很惊讶。哈？明天是你最后一天卖面了，那以后我岂不是吃不到你的面了吗？所以我如果是客人，我可能会很惊讶，我可能会很 disappointed， 我可能会很失望好，那各位同学这个最后一天卖面了，我们可能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老王为什么不卖了呢？老王为什么不卖店呢？老王为什么不卖面了呢？他为什么要关门了呢？对，如果我是客人，我一定想要问老王这个问题。老王，你为什么不卖了？你为什么要把店关起来了呢？对，我会很失望，因为我再也吃不到这么美味、这么好吃的面了好，大家很吃惊，这里的大家指的当然是客人大家很吃惊，客人们很吃惊，问老王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卖面了？老王说：“大夫这个不是大夫是大夫。”好，那有人会问老师说：“老师，大夫跟医生有什么不一样？”大夫一般是以前的人用的，是一个比较 old use 比较老的用法，比较旧的用法，现在的人比较少说了大夫。好，所以这个大夫就是医生的意思，但是是古时候的医生古时候的医生好，大夫说：“我得了绝症。”所以老王去这个看医生，看大夫，然后大夫呢诊断之后告诉他：“你得了绝症。”什么叫绝症？如果一个人得了绝症，表示他得了一种没有办法治疗的病。绝症一般来说是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老王不卖面的原因了，因为他生病了，而这个病是没有办法被治愈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他只好关门了好，老师看到了 Charles、宋平、月莹，欢迎OK， 还有谁？好多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治疗的病叫做绝症。对，月莹说的很好。现在呢，什么样的病是绝症呢？癌症癌症现在是没有办法治疗的。还有呢，艾滋病好像没有办法治疗，对不对？艾滋病没有办法治疗，绝症还包括癌症有一些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我们都可以叫这些病叫绝症好，那如果我是客人，我一定更难过老王你得了绝症了，我好难过哟。好，老王继续说：“我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好，什么叫大不如前呢？老王以前的身体一定很健康，但是现在因为生病了，所以他的体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他没有以前那么健康了。所以如果你现在的状态没有以前那么好，你就可以说大不如前，可以用在任何地方。比如说理查老师现在的身体，理查老师现在的健康大不如前，我现在的健康没有以前那么好，身体没有以前那么好。
如果你现在的成绩，考试的成绩没有以前好，你也可以说我现在的成绩已经大不如前了。还有可能你的中文水平，可能你很久很久没有练习中文了，你可以说我现在的中文水平已经大不如前，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好，是时候休息了。好，是时候加上一个 verb 动词了，就是 it's time to。这个请你把它记起来，很棒的一个用法。你可以说是时候睡觉咯，不要再看电视了，是时候睡觉了。是时候工作咯， it's time to work。是时候运动咯， it's time to exercise。是时候了。好，把它记起来。那老王得了绝症，他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健康了，所以他说是时候休息了，是时候 retire 退休了，是时候退休了。好，秀珍说现在我的中文水平大不如前了，那可能秀珍很久没有练习了，对不对是时候睡觉了，是时候上课了，是时候吃饭了，是时候打篮球了都可以用是时候了。好，隔天很多人来买面，有年轻人、老人、小孩，哇，好多人来，店里挤满了人。那这些人当然就是老王的客人，他们舍不得，中文叫舍不得，就是你不想说再见，你舍不得，你不希望离开这个人，你希望这个人能够继续的在你身边，所以舍不得名词写好了，舍不得好，那所以呢，隔天很多人来买老王的面，大家坐在店里面，你看店里挤满了人，表示 crowded， 好多人在店里面挤满了。所以有时候像你们去上班的时候，你们要坐地铁，地铁里挤满了人地铁里人好多。像有些国家，日本啦，台湾也是啦很多国家地铁在上班的时间都是人。你可以说火车里挤满了人，地铁里挤满了人都可以店里挤满了人对，他们都来吃面是该休息了，也可以听得懂，不过我们会说是时候休息了，或该休息了就好了月莹你可以说该休息了，不要加是不要加是。好，那各位同学，这里我们有一个词汇可以说很多人来光顾。好，如果你不想说买面，你可以说很多人来光顾。光顾的意思就是你来这家店里消费，你来这家店里买东西，你来这家店里吃东西，你可以用光顾表示你到店里面接受店里的服务，可能是吃东西，可能是买东西，你可以用光顾。很多人来光顾也可以这个词可以把它记起来，很多人来光顾就是你到店里面去吃东西啦，或者是去买东西好的，我们往下看，对，消费很多就是光顾就是到店里面去消费对秀珍，你看林子打的是那个消费 consume 好，这个老王的客人大家很舍不得。什么叫舍不得？你不想跟对方说再见比如说理查老师的课，比如说今天是理查老师最后一堂直播课了，老师我舍不得你，我真的很想要听你的直播课，可是今天是最后一堂直播课了，老师我真的觉得舍不得，我真舍不得你不想离开这个人好，都想吃到老王的最后一碗面。好，因为这一天是老王最后一天开店了，大家都想要吃到老王煮的最后一碗面好，快打烊时只剩下一碗面，老王保留了下来，
有人想买，他也不卖。哦，怎么会这样呢？快打烊！什么叫打烊？就是关店。这个打烊并不是这个店永远的关起来，而是今天关起来而已。这个打烊并不是 bankrupt， 不是啊。这个打烊就是营业的时间到了，今天我的店今天打烊了，表示明天还会开店啊。所以这个打烊指的并不是 bankrupt 那种感觉啊，只是 like the shop closed 啊。好，打烊哦，打烊。好，那快打烊时，这个老王只剩下一碗面了，真的是最后一碗面了啊。好，那可以用关门啊。宋平说关门，好，可以。这个 ANH 说，老师你不能这样比喻啊，我们不说比如啊，你应该说老师你不可以这样比喻，我希望永远听得到你的课啊。比喻，老师你不要这么比喻，老师你不要举这种例子，老师你不要举这种例子，我们一定希望听到，永远听到你的直播课，上你的直播课。那你也可以说，老师你不要这样比喻，不能说你不要这么比如。好的，老王把最后一碗面保留 keep 保留了下来。什么意思？保留就是他没有卖给别人，他没有卖给别人，保留了下来。好，如果你把东西保留了下来，表示你没有给别人，你没有送别人，你也没有卖别人，你把这个东西留在自己身边，这个叫保留。好，那有人想买，他也不卖。好奇怪哦，他为什么不卖这最后一碗面呢？好，老王把面端起来，然后呢，他把这碗面给了门口的老乞丐。好，原来老王在卖面的时候，他发现了门口有一个老乞丐。那当然，乞丐身上没有钱，所以他没有办法买面，而且他年纪很大了。那老王发现了这个老乞丐，他决定把最后一碗面送给没有跟他收钱，送给没有收钱，送给了门口的老乞丐。老王说，这碗面我请你吃。什么叫请？请就是帮对方付钱。有时候你去餐厅的时候，中国人很喜欢请客，对不对？请客。那像这个你们如果来台湾，老师也会请客。请客就是你不用出钱，对方会帮你付。好，这碗面我请你吃。好，请你吃表示他不会拿老乞丐的钱。好的，乞丐beggar。好，哇，我觉得老王真的是一个好人呢。他发现这个老乞丐之后，他决定把最后一碗面送给老乞丐。好 ，OK。Hello， 白兰，欢迎。林子说：“我期待啊。”好，今天老师的网络比较不好，有吗？各位同学觉得老师的课是不是有点卡卡的，还是觉得没有？老师今天的课网络不太好吗？有吗？好 ，OK。老乞丐感动的说：“好，什么叫感动？就是有人对你好，你就会很感动。”好，所以如果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你的男女朋友送了花给你，哇，你很感动，你很感动。所以如果有人对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你会很感动，甚至你会有点想哭啊，他对我真好啊，你会很感动啊。好，有人觉得有一点卡卡的，有人不会。好，没关系。好，你真是个大好人。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如果有人对你做了很好的事情比如说借你很多钱或者是像理查老师免费上直播课，你就可以说，理查老师你真是一个大好人这个我们中文很常用，你真是一个大好人， You are a good guy, You are a kind man 你真是个大好人，我已经
3天没吃东西了。哦，那太好了，老王送他最后一碗面，他终于可以吃饱了啊！这个老乞丐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啊！我们可以推想，这个老乞丐一定很饿，肚子一定很饿，对不对啊？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老乞丐有多饿啊！好久没有吃东西了。好，老乞丐把面吃完后，好，吃完了。然后呢，他在离开之前，在老王的面店门口 ，OK， 乞丐在老王的面店门口挂上了一串风铃。好，挂，什么叫挂？像老师这个动作叫挂，挂上，就是你把东西挂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挂，hand。好，挂上了一串风铃。好，什么叫风铃呢？一般来讲，我们会把风铃挂在一个地方，风吹过来之后，风铃就会叮叮叮、当当当那种，会发出很清脆、很清脆、很好听的声音啊。所以这个风铃，有的人会在窗户旁边或在家门口挂上风铃。如果呢有风吹过来，它就会铃铃铃铃铃，就会发出很好听、很清脆的声音啊，清脆，谁可以打一下清脆的声音？很清脆的声音啊。所以这个风铃挂在门口，我觉得老乞丐是要送给老王当做一个礼物啊，把这个风铃当做礼物。那记得哦，风铃的量词是串，一串风铃啊，一串风铃。好的，哇，我觉得这个老乞丐也是个好人啊，他吃了面之后还送了老王一串风铃啊。好，老王每天听着动听的风铃声，说也奇怪，老王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了哦。老王他每天因为这个老乞丐在门口挂上了风铃，风铃每天都有铃叮叮、叮叮叮的声音，哇，那个声音很清脆，很好听。那个风铃声就是风铃的声音，哇，很好听，很动听，很清脆。说也奇怪，如果某一件事情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变化，你料想不到的变化，你会说，哎呀，说也奇怪。这件事情呢，出乎你的意料，你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说也奇怪。老王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了。好，如果一个人生病，他的病慢慢的好了，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我们就可以说他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了，或者这个人变得比以前还健康了啊，一天天就是每一天啊，每一天的意思啊。好 ，OK， 所以我们刚刚知道老王得了绝症，但是他听到风铃声，每天听，每天听，他的病慢慢好了起来啊，慢慢好转了啊，好转了。好转就是你可以说某一件事情的情况好转了，某一个人的病好转了，就是 getting better，OK，improve 啊。好，1年后，老王的绝症竟不药而愈。原来那老乞丐是神仙哦，我们知道了，原来老王是个好人，那个老乞丐是神仙，他想要帮助老王，所以1年之后，老王每天听那个风铃声很好听，他的病慢慢的好了。1年后，他的绝症竟不药而愈。什么叫不药而愈？不就是不需要，不需要吃药，然后他的病就好了，这个叫不药而愈。好，有些人生病了，但是他不吃药，他可能去运动啊，他可能每天保持开心的心态，他的病慢慢就好了，好神奇啊！这个叫不药而愈，不需要吃药就好了哦。好，原来那老乞丐是神仙，帮助了老王。好，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老师刚刚说的，好人有好报，我们要做好事情，自然有人会帮助你哈。好，
好的，那老师现在要问你们问题了。问题一，老王为什么不卖面了？为什么？对，老王是一个好心人就好了啊。不药而愈，当然不是每一种病都可以不药而愈。那今天是因为神仙帮助了老王啊。那老王为什么不卖面了？你们知道吗？你们还记得为什么吗？老王为什么不卖面了？好，对，不药而愈哦。好，有人说因为老王生病了。好，有没有更仔细、更好的说法？对，很好。佩霞说老王得了绝症。好，不要说绝症病，要说绝症就好了。好 ，Samuel、宋平都答对了，因为他得了绝症。好 ，Mandarin 说老王不卖面了，是因为他得了绝症，他觉得是时候休息了，对不对？是时候 ，it's time， 是时候休息了啊。对，绝症就是不能够治愈的病。好，很棒。问题二，最后一碗面是谁吃的？好，可以，也可以。老王的身体不好，所以他觉得是时候休息了。最后一碗面是谁吃的呢？这题很简单，你们应该记得，而且这个图就告诉你们了哦。好，很好，答对了，老乞丐，老乞丐，对，好，老乞丐，因为老王在卖面的最后一天，在面店门口发现了老乞丐。老乞丐很穷，没有钱，所以老王心里想说，他一定要把最后一碗面留下来，把最后一碗面保留下来。他不卖给别人，他想要把最后一碗面送给老乞丐吃，不收乞丐的钱，他要请乞丐吃最后一碗面啊。好，很棒。问题三，老乞丐在吃完面后做了什么？好，这题也应该很简单哦。老乞丐吃完了面，他做了什么事情？而这件事情改变了老王的一生。老王的病竟然好了，他的绝症竟然不药而愈了。好，你可以说竟然，或说竟就可以了。老王的绝症竟不药而愈。那老乞丐在吃完面后做了什么呢？好，很棒。有人说，老乞丐吃完面之后挂了一串风铃，很棒。在哪里挂？在哪里挂？哦，老乞丐很棒。老乞丐在吃完面后，在面店门口挂上了一串风铃，很棒。好，你可以说老乞丐在面店门口挂上了一串风铃。好，挂上了一串风铃。老王每天听到动听清脆的风铃声，他的病一天天好转了。1年后，他的绝症竟不药而愈。原来老乞丐是谁？老乞丐是神仙啊！好 ，OK， 很棒。好的，那今天的故事说完了，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我们现在呢，来复习一下单词。好，每个单词我会念3遍，请各位同学去找相对应的图片。美味，美味，美味，风铃，风铃，风铃，乞丐，乞丐，乞丐。好，动听，动听，动听，打烊，打烊，打烊，熬汤，熬汤，熬汤。好 ，OK， 那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希望你们喜欢，也希望你们都有学到很多单词。老师再一次提醒你们，我们要当好人，好人有好报。那么只要这个你是个好人，多做好事情啊，自然你会觉得开心快乐。我们礼拜4见，大家
晚安，拜拜。